在贵州道真县的一座大山之巅，海拔约1300多米，竟屹立着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。它傲然地矗立在孤峰之上，三面都是险峻的悬崖绝壁，景色壮丽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座建筑原来是一座寺庙，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元朝，至今已有700多年。如今这里香火鼎盛，人来人往。然而，在这大山之巅，居然还住着一位60多岁的大叔。我们和大叔交谈得知，他已经在这里默默守护这座寺庙长达10几年了。在这7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，寺庙流传到今天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？接下来就跟随婷婷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在我身后的大山深处，竟然隐藏着一座古庙，建在孤峰绝壁之上，周围就是万丈深渊。它就是位于贵州省道真县境内的插旗山。插旗山两侧悬崖断间，更是深不可测。传言在此祈福十分的灵验，每到相会都会有很多人跋山涉水而来。走吧，现在就带大家上去一睹它的真容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山可不是普通的山，它在几百年前可是一个古战场。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，吴三桂带领军队来这里驻扎过，为了壮军威，迷惑敌人，下令在这山顶上插满了军旗，最后靠着他的智慧取得了胜利。以前这座山叫做绝尘山，因为这个故事慢慢的就改成了插旗山了，是不是特别有意思？其实到达插旗山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我们脚下走的这条水泥路，这条水泥路是近几年才修的，为了方便来往的游客能快速的到达插旗山，车子是可以开到这座山的半山腰，然后从这里徒步上去，大概只有600-700米，10几分钟就走到了。听当地一位人说，以前的人们是从这边的山脚下走一条羊肠小道，走到插旗山要花上3-4个小时，来回一趟估计天都黑了，十分的不方便。你们知道在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，修建寺庙的材料是如何运上去的吗？你们可以猜猜看。这里还挂着一个牌子：入山不带火，在林不吸阴。在这种森林里面，一定要注意防火。这里的海拔有1300米，昨天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很晚了，因为山路崎岖，距离县城的话还是比较远，花费了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就在这边露营了。这里的风还是挺大的，晚上听到全是风吹树枝摇晃的声音。这片森林里面，大多数生长的全是这种松树，有松树的地方就会生长蘑菇。你看，它们已经结完蘑菇出来了。哎，对，你们捡到了吗？捡到了，看来收获还是挺不错的，还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呀。怎么样，小朋友？体力够不够啊？加油！耐力呀，慢慢的嘛。哇，你们看，已经能看到那座寺庙了。
它和厅完全融入了一体。对，下方就是万丈深渊。那个就是相传700多年历史的。哦，它有700年历史了。对。那个庙是叫什么名字呢？灵岩寺。灵岩寺啊。啊。哦。哇，你们再看那边，那个村子好漂亮啊。每年6月19。哦，每年6月19都会赶到这里来赶香会。这个村庄真的是太美了，山脉险峻，景色宜人。刚才那位姐姐说，这座寺庙叫做灵岩寺，现在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以前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，700多年经过了风吹日晒，可以看出这座寺庙是仿照以前的建筑风格重建的。这里还停了几辆车，他们应该也是到灵岩寺的，但是他们的技术还是挺厉害的，这么窄的路都可以开上来。旁边这条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以前人们走的古道，不过还好，现在已经改成了石梯，还加装了护栏。前面有一个亭子，应该是用来休息的。用来乘凉非常的不错。你们上去了来吗？好厉害呀，小朋友！你们下山的时候小心一点哦，路有一点陡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这是第2次见面了。对，超有缘分的。前面这些树上都系满了好多黄砚带呀。到了灵岩寺，终于到了。虽然没多远，但是走上来挺费劲的。前面好像有一位人在里面，我们过去打一下招呼。所以你是姓哪呀？我姓郑噻，姓郑。我这下面走姓郑的，我们这里面有3个姓郑的。本来这一批山都是我们的，我们8条人的。这些山林是我们山林了。哦，你说这个寺庙都是你们整个村里面头前从业有修不的？是，这是你上来的。指着那个男孩都拿着位置了。你拿得有没有啊？拿来了，那个你先开门。这里面也可以烧噻。那边儿不拿，那边儿拿。这那边儿不烧都行，那边儿要不吹风，这儿可以烧噻。你给我拿得有香了子哦。啊，我以为没开门呢。你没得事噻，你那烧啊，你最后就才开门呢。不管是你拿来烧了之后，就弄在那个装那个香炉里面烧就行了哈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你要不然烧啊，没得事。好的。很早这个叫茶旗山正宗啊，这个灵岩寺是最后取的。
它是上面取的。我们这个庙呢，它一个它是上省保的，这个有准许证了，有些他们武川的两个庙没有上证。因为佛教协会都是要入协会的，对对对，他那个宗教主管，哦，民宗局啊，你晓得噻？民宗局就是专门管这些的，我们这些个都是要民宗局管的。以后要打电话，你这了放火盆儿，那都要谈的。有点管制。对，他发火。他当时这个寺庙的由来哈，茶旗山，吴三桂来这里镇压的时候，当时是不是杀了很多人了？他吴三桂要是西南王啊、云南啊、贵州啊、四川，基本上是吴三桂管噻，你晓得噻？啊。吴三桂管嘛，他是北上的时候啊，他说是从这里过嘛，不晓得去把李自成弄回来，从这里过，就是从这里过嘛。原来我们这里从你们那里就查得。那边去啊，你算那个方向，看个地图看到了哈。那个他就接近河北那个方面，就湖南重庆那这个查过就是湖北噻。他从这个方向进人了，所以说他是这个是个传说，就是他做兵嘛，你晓得噻。我们当原来还是个士兵，他都不会住在当当里面去噻。你做兵哈。你住在当当里，别人好包你包饺子了，你挑不脱了嘛，是不是？偷袭嘛。哎，是噻，你给当那个了哈。他像他以指挥军事家嘛，他更不想说噻，他那个不会坐在一个窝当的里面去噻，你挑都挑不脱，别人帮他包到起来，包围起来了。他肯定一般住在山上或者半山哈，就是这种，你才不好包围他。因为他为了自身安全啊，首先一点。他兵嘛是要保证自己的。我好像是听说是这山上草满旗哈，一桩军威，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啦？是那个是主要的这个就上的传说。哦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听了一个集结了说，这儿这个寺庙，有700多年了。是有几万年了，元朝到现在是，清朝明朝就是300多年了，清朝一向是270年嘛哈。也到现在了，挂名上时期到我们现在6、7、8年有多了噻。因为这个明朝以前就有了吧？因为这个建筑啊，看出来它中间都是经过几个朝代以后都重建了一下哈。不是这个翻的，这个是修了几套的。这里面你看这石头，看到噻，这石头看到了。这是以前的哈。这是原来的石头，你看到那石头。这是原来的地基，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几年来，这些地是全部是毁坏的。那时候坡，你们晓，你们记不得？把一些地砖儿就拿来盖，就说这个是方言牛鬼邪神，他称之为破49。破49。解放那时候啊，像我们省队都有2个尼姑了嘛，就有梅家人们2个，还有2个些喊的，那些都等他还俗，男的离结婚，有2个还没结，老王我们现在是5保户，还没结，有些就结婚的噻，我们省队2个结，现在20蛮长了。死了，那结婚那个结离婚啊！所以我有点好奇啊，当时这个山是这个寺庙是啷个修进来的呢？是因为有某些传说嘛，还是有人在这儿来看到这个地方来休息的吧？那个传说是就没得那个传说，他一个是你想想这种，古人都会看龙脉，就算8点上的现代人，都有点会看龙脉，哈，他等于是他有点带着有封建迷彩，他不大张旗鼓的看，你想明白嘛？就是他这个是有龙脉噻，这个龙脉从你那边指过来的，把人你从那边对面看来的，从外国过来的带过来的。当时可能有人来看这个地方是算风水宝地啊。是，实际上个风水宝地方，你注意观察，一般些像什么峨眉啊、嵩山少林寺啊，或者武当啊，这都是好地方的，这样想。庙一般好地的地方，基本上是庙站的。你想也这一点，但是庙都是进得高处哈。高处他也看龙脉了嘛，他有这种嘛。站得高看得远嘛哈。他有龙脉，像高了他上面高，他也不啷个不想在上面去哈，对面高他不可能选择下去，他还是有灵气，大家看到吗？还是有点带灵气，所以他也很相信呢，就这道。哦。每年来这里筹香会的人还是多哈，多少不？都有点多。像你们这边干香会是几月份呢？6月19啊。6月19。初9有，不很多，几百人还是有，几百700人有。像6月10几的话，16啊、17啊、18，正常的有19。19哈。像你们那边的，原来德江啊，那边喷水啊，些那时候是走路走起来，老年人，你们德江有人在这里烧过香噻。他那时候有老年人，那时候又没得车，就是有些家庭好多要骑马，
买马呢就是走路，完全是靠人走走几过来哈天就。路，只几天嘞。从你那里，哦，就是刚才下面修的那个实体的乙型杆是骨头哈，就是那个路上来哈。那是小路，那个才修没好几年，那是到我们下面的那个，是县里面修的。哦，刚才我们听那个叔叔说乙型杆没修这个路的时候，上来要走30个小时，要不到，要不到。要不到，从我们这下面上来，那当晚你们停车那下那个沟沟那个现在路没有些人走的，人走了。那个从那个沟沟上来。所以乙型杆这个寺庙哈，它这个房子这些材料是从山下运上来的吗？山上运上来的还是就地取材呢？石头那是就地取材，假如是像这些砖瓦全是从我们下面前人背上来的。哦，像这我们上来的时候，也都从我们那时候里面那一条路啊，郊外拉过来，那路没修噻，这个路才修5、6年，都是我们下面从我们下面一步一步背来的。哦，所以这像里，这些砖呐，所以这里最老的建筑应该就是中间那个像塔一样那个哈。这个都是正点儿的给，正点儿的给那几根柱头是在我们手头换的烂的，那个。我们接待的话，都是上面这个和在中间的没得房子，全是草草，这种。哦，你们刚开始来的时候，这全部是长满了杂草。这个是他们原来修建的，80几年修建的，80年那不是国家政策允许的。哦。他们当时的信众啊，一些组织，他有个组织，他等于是，我们喊他回收哈。假如我们几个组织起来，帮他把它修起来，就是那个，他是民间组织。那政府他一旦拿人力，就是。你们以前来的时候，这些房子基本都是木房子哈。木房，我们记得没得啊，我是当地人了，我们小的时候在这放牛羊子噻，这个山林都那时候都没得有树，看完的。这个零几年才开始长起来那个子树，这些树林你看到不到？之前也没人管你们哈，这些全部都乱砍，砍了哈。我们小的时候乱砍，把牛羊只要在这里来放，要在这里放啊。这个有种那个怂儿都看了老回家了。就是这寺庙当时你们来弄的时候哈，它里面还有那东西吗？有佛像还得没得？没得噻，这是在这个15年才进的吧？你看，有几吨烂菩萨。哦，有时候全部都是被破毁掉的。只有个房子结构等了的哈。毁掉的。那个原来的时候，你看，其实是15年呢，16年在从浙江请来的，还是。哦，这些佛像都是后面请来的哈。请来的。你说以前的遗迹可只能是这些地基了哈。地基个是。哦。地基是。我猜这意思，你看，看这些石块都能看出来。这是。石板是现在的，原来的很早的，你看那里就是。这泥巴地啊，很早都是这个泥巴地啊，在我们手头。你说当时来这个地方没得这些护栏，就是刚才那个竹顶那个位置啊。看起来都有点吓人哈。那个湖南，你看那个地方，你上去没有？那个加宽的噻，正在的时候。加宽的噻，在我们手头加宽的，原来时候要报到这个墙在过去了。你看到那不能看到噻。你们上来的时候去那个地方还是危险哈。有点危险，那在我们手头做那个了，湖南噻。湖南。它那个桥呢？桥哪里有个桥啊？中间就是两座山相隔那个桥，是你们建的嘛？还是哪天然形成两座桥？就是那个湖南中间那个桥。那个是它原来就是那个。原来就是那个呀？湖南那个桥是原来是那个，没在那边。我看那个桥也是那个像这种调色形进城的哈。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多。原来的多哈。只是可能这些房顶上这些瓦可能是重新盖了个而已哈。这80几年呢，盖烂了，瓦都还取下来噻，这个是去年才盖的。刚才说了嘛，最古老的就是中间那个竹顶。中间是钟点儿。钟点，然后观音殿那个。最古老的还是顶上那个哦。那个叫翠飞阁哈。翠阁那是正殿儿。这个叫下殿，这个喊的茶殿。这里。那个叫中殿，它是3殿了嘛。茶殿、中殿、上殿。对，就是一个叫法。3个殿。一般的叫法都是这样叫。 3个殿连在一起的哈。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很早以前呢，这里边有石菩萨不多。它是木雕的，就那些烧的。这里面就住在有尼姑，他这个那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就整个伙食房，那是烧菜。他们有个长老嘛，叫徐先生，还有2个大长工的，等于是乙酸和尚嘛，他个等于是帮忙做活路，就是这种。
哦，所以对这儿这个寺庙，它的开创人是哪个？你也不晓得哈？不晓得，我们父亲们辈都不晓得，因为也毕竟几百年前了。有经过战乱哈。这些我们这地方呢，遭好多战乱在台面上，因为在边边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台面上遭好多战乱。它这个那里还有碑噻，哦，碑，8碑都有100-200年了。很早的碑，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遭有红卫兵，我听到一些潮贩来朝下来的，这个民众出来哈没哈到，没翁祥爱了，你不好找，有些打烂了。我说难怪儿碑上有些只有半价，就出来打烂了。而且应该都是公代碑哈。是公道碑噻。哦。他假如说我们整那些公道碑都要往那要留起。按道理说，那些碑应该留在有它这个寺庙的历史啊和由来哈。但是被破坏了就不晓得了。所以门口些应该是复刻的哈。门口的公代碑应该是复刻过来的。那是现在那门那里题记晓不晓得？那题记是这每年捐的款来在我们手头用那个了。这是后期人捐赠的人家哈。捐赠100元以上就会上个名字。整个村儿啊，旁边这些人些也这是现在的人捐的。哦。过去的碑你看到那边的一些那个蛋碑，还有像这种泥记一些。哦。那是100-200年的碑。是啊，我看那字迹都看不上清楚了。看不清楚。这个很古就古了哇，这个庙。那说细细聊，我们现在到这周围看一下。你去啊？那上面你看一下，最古老的那个顶。你去啊？注意安全，我要。好，要得。这边就是刚刚叔叔说的以前的功德碑，被破坏过。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了，风化了。我们到中殿去看一下。这些石梯都是以前的，应该也有100-200年了吧？这一块的体重应该有上百斤重了吧？不止喽，可能几百斤、上千斤了。它已经凹陷进去了。从元朝的时候就断断续续研制到现在，中间的话有被破坏重建。这里就是中殿了，上面有一个牌子“大雄宝殿”。我们现在从大门口进去。中间供奉的这位是大着肚子，他是弥勒佛，旁边呢是如来佛祖。这边这位手里拿着法器，他是地藏菩萨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10位呢是18罗汉，因为有8位他在对面。这位红着脸，手里拿着天书，他是关羽。旁边这位呢，手里拿着锤子，有3只眼，他是雷震子。他这里还有一个阁楼，我们到阁楼上方去看一下。阁楼的楼梯呢是木质结构的，是以前的榫卯结构。阁楼上面供奉的是玉皇大帝，上面都插满了香，看来这里祭拜的人特别多。中殿呢，我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再到最古老的商店去看一下。在中殿的正大门口有一口香炉，上面还刻有字迹“万年香炉”，里面都装满了香灰了。旁边还有一棵古树，这棵古树呢叫赤白树，保护级别已经达到了3级，树龄的话160年了。
我们现在再到商店去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一口钟，上面刻了一只仙鹤。我们的上方就是最古老的建筑，它是建在一座孤峰之上的。刚才叔叔说，在他们没来之前是没有加装任何的护栏，走在这上面十分的危险。走吧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我发现它这边的台阶要高一点，它是依靠这些岩石而修建出来的。翠飞阁，我们到了，看一下里面供奉的是谁。它这里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，还有一个红孩儿，旁边呢还堆放着一个鼓，应该在某个时间他会敲这个鼓的。墙上呢还有一幅画，这三位呢是道教的三千。上方还有一个牌匾，大悲殿，房梁中间还挂了一个红布条。上殿呢，里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和道教的三千。我们现在再到外面周围看一下环境。这边有一棵树，它是从石头缝里生长出来的，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了。你们看这边的树木覆盖率就比较高了，一片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这里看下去好高呀，简直就是悬崖峭壁。要是没有这个护栏，还是比较危险的。垂直地面应该有几百米了吧？这里看景色还是挺美的，真是夕阳落山的时候，把那边的山倒映得若隐若现，十分的有意境。这个叉旗山到现在我们就已经了解完了，是一座具有700多年历史的古寺，中途被重建过，也被摧毁过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子，全是叔叔这一代人他们重建修建起来的，以前是什么样子也无从得知。今天的青社也不早了，我们还要赶着下山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